这次要讲的是超拟真正妹走在伸展台上面。首先找到你之前做的一張圖，你覺得蠻喜歡的，然後我們用 PNG info 把它帶進去，把它 send to take to image。我們先按一次產生，讓它產生這張圖。接下來我們幫他換一下衣服。首先就是把這個頭髮後面這一段呢，都把它拿掉。我已經就是測試了好幾次，我覺得這個 prompt 比較適合，所以各位可以把它打上去，就這裡。它大概就是我解釋一下，就是他會全身長頭髮，然後看着就是看的人，非常詳細的臉，然後有很棒的一個光線。一般伸展台呢，我們都會從下面往上看，就是這樣子人會看起來比較高大，所以我們會選擇這個 from below 這一個，然後戴耳環。等等的這些東西，然後這個女孩子呢會穿一個這種袖子的衣服，還有長裙。這個呢就是有一些聚光燈會打在她身上，然後她走在一個伸展台上面。這個伸展台上面呢會反射各種亮光，而且有一些觀眾會在伸展台的兩旁。然後等等的這些東西，然後我試過這幾個 tag 做出來的效果比較好。我們把這個改成亂數，按下產生。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這個伸展台的外觀出來了，然後也有一個模特兒在上面。至於我這個文字是怎麼來的呢？事實上是我用 ChatGPT 產生的，在這裡，所以我會輸入一個中文，然後比如說我怎麼寫，在這個例子裡面我是用內衣啦，那在我們的這一個 Stable Diffusion 我就不是用內衣了，這樣子，我反正穿衣服可以自己改，然後你在 ChatGPT 上面呢，它就會產生一段文字，你就把這段文字呢稍微修改一下，就可以把它放到這個 Stable Diffusion 裡面了。我這邊也有一個影片，這個影片呢就是教大家怎麼訓練 ChatGPT 寫 prompt， 所以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話，也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，這樣。然後我們再按一次產生。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伸展台的背景一直在換，甚至有時候會出現不是伸展台的背景。那我們可以制定伸展台的背景嗎？可以，我們用這個深度圖來做。這邊我就來示範一次怎麼樣去制定這個伸展台的背景。首先我們到 Google 裡面去找到伸展台，你可以去搜尋伸展台，我們用圖片來搜尋。然後在這裡呢，我選擇的是這一個，這個就是我們要拿來做深度圖的一個伸展台。首先呢，把它點下去，我們可以去截圖。我不要這麼大的一個伸展台，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之前介紹給大家這個截圖軟體，我只要截其中的一部分就好了。比如說我想要截這一段，我要用它的深度圖來做這個一個伸展台，就這樣，然後我們把它先儲存起來。好，那我們把這個下載的圖檔把它打開來，就這張圖。
实际上我之前也测试过的是这一张，不过今天的是这一张。我们把它打开来，然后把解析度稍微调整一下，按滑鼠右键选择开启档案，用我们之前安装的这一个。我们宽度呢，把它改成512 resize。高度就会变成好像是500吧，按 OK， 这样直接存档，把它关闭。不用关了。然后回到 Stable Diffusion 里面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先把 ControlNet 把它打开来 ，Enable， 然后把刚刚那张图把它拉进去。这一张是重新整理一下，500 512，所以在这里呢，这个当然先选择深度 Depth， Model 呢也选择 Depth， Weight 就先照预设值这样，然后这里512。500，我们先这样做。到后来呢，这个一定要打开来，高画质修复，不然整个脸都会变形。你只要是套用 ControlNet 的东西呢，都要使用高画质修复，不然你会觉得脸非常难看。然后我们先不用，我们先做一次测试，按下产生。可以看到这个伸展台出现了，然后也中间有一个人。等一下我再来讲说怎么样让这个人变大。首先我们要调整一下这里的设定，就是这个 depth 呢，它的影响就是我们希望它的影响不要那么大，就是因为你现在整张图都被这个伸展台的这个外观所影响了。然后连带这个人也变得很小，所以我们先把它的权重调低。那这边因为我试过了，我就先把它调到 0.4， 然后我们来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可以看到这个脸啊，整个都变得非常的丑，所以我们就要把高画质修复把它打开来。那另外，你用了 ControlNet 这个 Restore Face， 最好是把它打开来，不然脸会变形。这样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放大几倍。先不用放大那么大，我们放大 1.5 倍试试看好了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脸有没有改善。如果你想要用同一个 seed 试试看的话，你可以按下这个按钮。它就会把现在这个 seed 把它带进来，然后我们按下产生。可以看到这个脸变好看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不够好看，这代表解析度不够。所以呢，我们再调高一点。调到1000以上好了，其实就是2倍啊。然后我们按一下产生，可以看到脸已经变好看了。另外还有一些重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个放大器的部分。放大器呢，在这里我们一般来说我都会选择这一个，这个我测出来放大比较好看。放大的那个步数呢，我会选择15。
denoising 的 stress 呢，我一般都设成0.5次。那我们来看看会不会把这张图变得更漂亮。按下产生。然后我们来看看，这个呢，就是我是觉得比较好看呐，不过这要看个人的感觉。所以如果各位在自己在测试的时候，你可以调整这个步数跟这个强度呢，选择到你喜欢的一个参数。今天最主要就是跟大家讲如何用 ChatGPT 找到你那一种你很难描述的东西，你就在这里面大致用中文把它写下来。写下来以后呢，你就复制它帮你产生的这些文字，把它贴到 Stable Diffusion 里面，然后产生你要的图。接下来呢，你可能有一些背景想要 Stable Diffusion 帮你产生，你就可以先去这个 Google 里面找到你想要的图，然后到 Stable Diffusion 里面利用深度 ControlNet 的深度来帮你产生背景。然后要调整一下你的 weight， 就可以产生你要的效果了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